都是那种阵容，就是坦克辅助，像九库、张飞、廉颇，还有一个苏烈提对抗。对，然后把前期的这个强度撑上来，然后晚晚拿一个野核，刷的比你打野加薪的坦克快，然后打中期团战，每波都能打赢你基本。哇！但是现在在九哲这里压力就非常大了。第三个辅助你总得放一个出来。现在是鲁班大师、盾山、空空儿，没办法都上班位的情况下，怎么应对？而且我们知道这局现在的情况就是 TDG 不管输掉任何一局比赛，就意味着他们的年总之路就暂告一段落，到此结束了。是的，苏烈、鲁班大师、女娲。这样的话，自己的炸弹猫反正是用过了。曹操就变相的相当于搬了盾曹。盾曹。那双杀要不要抢？你不抢的话 ，TDG 这边是可以盾香的。TDG 这边用过了，直接双杀香。第二季是可以，就看他想不想玩。他也可以不玩，他也可以玩。外面还有太乙。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。沈梦溪就是知道你的张飞用过了，对前期强度高嘛，然后给你上一下压力。杨戬也可以摇一手，3楼看情况出不出朵利亚。那第二季这边太乙还是盾山？我觉得他以泽教的风格，来吧，他可能会拿太乙。在美梦里。先看他拿不拿，那是我的猜测。容错更高一点。海月，哇，打杨戬，海月来打杨戬，2个本命英雄。阿古朵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就是直接固定边野了，就是不想让打野的那个杨戬对上你。而且他这样，你知道，他拿这个真香，我觉得会有个好处啊，就是因为不考虑这一把的胜负的情况下面，就是不管如果这局比赛他没吃下来，下一局九哲还是会面对3个游走位的班位。对，而且因为这把曹操在上面，他还是有盾曹在。这一把可以把 TDG 最强的牌给逼出来。但这一把逼掉的是现在看到的已经是杨戬加沈梦溪加阿古朵。就是这局，而且但是他的自己阵容又并不弱，他是真香加海月，而且海月打的还是杨戬，跟沈梦溪还能抢线。是的，如果赢下来的话，他当然死屏风；如果赢不下来的话，他在下一局 BP 还是3游走的班。对 ，TDG 3班对抗，第二季这边是搬掉了墨子、张飞还有敖影。TDG 牌不能省。牛魔就来正面对抗，开团想清楚了，开团手。对。这把就是双前排配个战士，因为这把就要跟你打硬的。苏烈和张飞已经被搬掉了，只能说在前排里面挑个开团比较不错的。牛魔系也还可以，我就开过去嘛。你海月如果不拉我，你就给我拍起来。对，而且柯南太乙，你要拉我的话，我杨戬自由了。是的，我就硬开你，看到你。西小满出八戒打不多。而且有时候他那个拉能够把牛魔那个大招的方向给改变。是的。但那个就看手法了。对，那个是的，那个要卡那一下，就是他刚想顶的时候有个后摇，你刚好给他拉过来。这把 DRG 3个本命英雄，好家伙，这是天蓬元帅大战险胜真君，还有个牛魔王，牛魔王这把是没办法了，总得补个线手开团。是 TDG 射手艾琳，全是强度，就想好了这把。跟你正面哇！就现在到 TDG 这里，他其实不能考虑太多了，他就是每把都是拿出来自己的最优选，就得一把是一把，他得每把都把阵容做到自己觉得好打。他不可能说我现在去考虑我省到我第6把用什么打巅峰对决，他不能往那儿想了，现在已经。现在第2季的状态会非常非常轻松，但现在关键是在于，就 TDG 这里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态调整的怎么样。被我们看到嘉欣这个能看到他的这个表现很凝重，他的状态能不能调整回来？都有点难过的感觉。对，就这几局打到像小雪这里，他根本都没到发力的，都没有发力空间，他都没到时间，对面就会站几个将近1万的野。前10分钟这个版本其实跟射手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是的，主要因为晚晚每把的刷的太快了。有嘉欣就属于那种不吃钱就要搞你野区，一旦没打赢的这种团战的话，经济差就会变相的扩大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你每次10分钟面前站这样的一个打野射手位，其实也没办法，也玩不了。领先个2、3千，随便切了。
就这把，我觉得如果 TTG 在没进到野区反掉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多吃钱，就不能让嘉兴这边经济特别低。哇 ，TTG 真要加油了！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要避免先把被剃光头这个事儿解决了。无论如何，不能以一个这样的比分，我觉得来收尾，那真的太遗憾了。今年的 TTG 其实无数次的都在爆发。其实他们春天的时候，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首发的变阵跟轮换，其实让我们一直看到他们的希望。在 ACL 的时候，当时就是对阵到 DRG， 当时我们真的感觉这支 TTG 赛一下子活过来了，从春天的样子。然后到夏季赛的时候，一度我们都认为他可能是真的唯一跟 AG 对抗的队伍，但是他们遗憾的倒在了微博的手上，没能够进入到夏天的决赛。但是依旧不妨碍所有人去看好这支队伍。然后他们在年总的那场比赛跟 AG 的对抗，当时一度是我们认为在那个时间段最精彩的一场比赛。是的。然后即便他们到达了败者组，当时我们所有人也没有怀疑他们在败者组前行的脚步，我们认为他们就有非常强大的能够杀上来性去杀上来，去争夺千王鸟巢的门票。但是他们现在被这支佛山 DRG 逼到了绝境，真正的绝境，一个3-0的上半场，落后3分的开局。这个圣龙杯对于他们来讲，现在咫尺天涯。但是，真的可能经历过这样的考验之后，才能真正从逆境中走上去吧。这是败者组中的绝境，堪称绝境中的绝境。谁能够成为站出来的那个英雄，来为自己的队伍创造一些奇迹？虽然说让3追4真的很难，哪怕每一个经历过他的人，我相信去想到0比3落后的时候，都觉得这个事情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。但是毕竟我们见证过，而且我们在年总也见证过。那么在这样的画面之下，既然有人能做到，那么自己为何不可以呢？哪怕再难，总要去尝试一下吧，一步一步来。因为只要你放弃了，那么比赛就真的结束了。来吧，进入双方的第4局比赛。蓝色方佛山 DRG， 红色方广州 TTG， 比分3比0，蓝色方4个赛点。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莫浪费，莫浪费，莫浪费！越唱越牛！哇！ DRG 这边过完今天直接去又被骚扰野区了，这个红没了。第一时间是9户这边炸了一下阿古朵，干了一下打红的速度。早点这边嗅觉很灵敏，直接回防。你要换红，但是如果换得慢的话，猪八戒拿完红包过来，包回来也能包过来，你不好走啊！而且太乙的留人能力其实很强的。猪八戒是不想包，他想吃完，拖延一下时间。 哇，还没拿到，可能要留了啊！裂开，接一血，拿下一血，这还是猪八戒没回来，勇猛也走不了。这是孙尚香的2个头啊！带去反蓝，带太乙真人的孙尚香2个头，然后把你蓝反掉，猪八戒还没回来，参团把你红也去吃完了。我说实话，真不能换这个红，天崩啊！真的换不了。 4 buff 开，正常来说，猪八戒是会回来的。我说实话，如果猪八戒没回来，证明DRG选择了一个很稳的打法，就是如果我回来，我有可能拿到人头，但也有可能出事。我选择兑换野区，大家军事开局。但是没想到这个红没拿下来，那这样一下子 DRG 起杀心了，直接因为第一时间 TTG 只有4个人的情况下，进红 buff 交了太多的技能，导致他们直接被 DRG 这边给留住。我觉得这个红如果反到了，可能还不一定会这么追。对，就能够升个2级什么的。一下子没反到，反追。我们看这里啊。 其实我说实话，反倒真的他都不好走，他得死，真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他真得死，交完了，他真得死。但何况还没反到，这个换不了，这个速率太慢了。但是这样一下，猪八戒本来应该回包，但是没回包的情况之下，反而赚的更多了。刚刚这叫欣喜若狂，就是真的，他自己也没想过这个开局打这么富裕的仗。我刚刚看到，就一开始，猪八戒没回来之后，他升到了4级去上路，把杨戬的闪还打出来了。 现在杨戬还没闪这波，红区根本就看不了了。主要是在开局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布置好了。哇，这个阿古朵要被一直打，牛头没撞到。这个野区保护都没有用，这猪八戒马上要6级了。要硬反就要反。你说再做海月还拉走，继续压。哎，猪八戒等一下，猪八戒能杀，血量非常低，有机会吗？一个带着双 buff 的猪八戒复活，哎，故意吃雷，哇，炸出来了，舔上去再炸一下，好难受。维拉再打，但是这边把双2香换掉了，算是止损，真的是好在还是DRG赚啊。
目的太清晰了，就是海月4级精灵红区，先拉一个人把团开起来，把你人给逼过来，然后看自己丝血的时候，哇，这怎么吃沉默期的雷复活起来。好在是换了一个孙尚香，对，但是猪八戒没倒，3分钟的时间打野800，而且 buff 掉的太多了，对于阿古多来讲。第一波 DRG 从换线开始，以及让太乙去骚扰对方阿古多打野的速度，以及让自家的中野抢中，已经想好了，就是我这波就是要进你的红区，而且正好看到牛魔是连体的。这个画面看的还是3分半，在敌方有那个野区保护的时候打成这个样子。是的就。一旦现在经济再滚一下，滚到你4分钟之后，你阿古朵跟牛魔再来战视野，那根本就不一样了。就是猪八戒就一看到你就开你的。但这波是一定得稳下来了，接下来这波算是吃了一波正常的野，吃了一波野区了，感觉像是在吃对面的野区，很难。对，非常艰难。0比3的看一下4分钟龙团，情况下，这个开局影响心态，感觉4分钟落后2000，地狱级开局。哎，青青这边传送被打断了，那大不了两边边路都不来了呗，就对于家机来说是能接受的4。打4嘛。这个龙只能放，但婉太大了婉4打4，猪八戒他不怕呀。这波其实打断还挺关键的。如果青青传到正面来，这波 TDG 是要接的。是的。但下一塔没了。但杨戬现在是靠着强度在顶啊，这个纪晓满已经把暗影战斧摸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时候我刚看换上衣要被包的呀。主要还是太慢了，因为刚刚换龙的时候牛魔舔过去反开很远点炸做拉，再回拽，还打了个闪出来，而且能挂上，还要再包野区吗？海月留人了。是的。哇，各自野岛全都乱了，拉回来。哦，嘉欣又被拽到。DRG 的一波0换3，崩了，中塔没了，蓝区没了，完全乱掉了。哇，这波中路前面填的也是真好。这样一来，5分钟的时间，4000的经济差，完全的正方形打野了。就本来 TDG 这种是前期拿优势去打架的，这被 DRG 的一波开局完美的布置给化解。这该怎么翻啊？就换任何一个队来说，现在让他翻他都没什么办法。现在没有思绪，主要太乱了，彻底单杀，这个应该已经心乱了，崩了。12接1，没什么，真的没，场上想给他出个办法都没什么办法。我从上帝视角现在能看全图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玩。你看一下嘉欣现在手头连第一件装备都没做，他为了提自己的输出，提自己的速，他连鞋都没做，在做装备。但是在另一边的婉婉已经把剑盾都做完，再补第2件装备了。今天 DRG 对于 TDG 的准备太充分了。哇，杨戬要被留了。放回来，大招框住。猪卷一给，轻轻3段，要么交闪反打，要么交闪跑。但是跑不了了，熊交完，位置感觉要被留住了。再跟，再控，再拉2个。牛魔也走不了。必落，9星还得倒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红要么就别要了，因为小雪都不在。如果真要打，就5个人一起过来。对，真要打5个一起过来。如果你小雪不在，对面肯定就是要跟你一波打到底了。但我说实话，反而到这时候，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判断的失误也好，这个心乱状态也好，我真的觉得我能理解了，真的能理解。就到这种时候，面对这个分数还是这种开局，很难做出最理智的判断。你很难让他说我保持绝对的冷酷跟冷静，毕竟这是人，不是 AI。确实。这双人香5400，手里已经有破晓。7分钟，领先将近7000的经济。这么说，这局的直到现在7分钟的这个局面，可以说 DRG 已经把这场比赛吃进肚子里了，只要他们自己不愿意吐出来。很难看到 TDG 这边翻盘的话。说水晶没有爆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但是从这个局面来看，以目前的情况想翻太过于困难。转向2，顶上去 B 位置，有一波完整的线，应该能清掉。这猪圈哐一下，牛魔反手给他海月，直接拉人，把战场固定在了野区。下2有点绷不住 ，TDG 在4个人拦这个位置，猪八戒半血往里坐，艾琳直接被打掉，莫兰莎非常高，完全扛不住啊！嘉欣到现在手头只有一个末世，他面对的是一个几乎3阶段的孙尚香，再拉，极限收掉一个，这个收掉其实用处也不大了，没办法。
现在阿古朵的经济是3200，就现在 DRG 这边只要把团开起来，他们就随便打随便打，真随便打。就感觉就像海月稳定杀掉你一个，然后我还有个太乙又能，就哪怕先死一个都行，只就要能这个团能开起来。就现在如果导宝是给一个装备面板，大家会一目了然，差距现在经济差距。 7000，看一下装备的差距，8000块等于。对抗路2000，打野2000，射手1500，中路也是将近1500。这个海月现在拉谁都是先单吃一个。 对他是稳基本定单上换吃一个，单杀了，拆个火。那你过来的话，DRG 就要打。这个只是卖自己了，他这哇，杨戬要被逼闪，这个位置绝对要被逼闪了。哎，二技能，所谓躲了一手，反手狗进去，但是没办法，太乙真人的这手复活捏在手上，杨戬非常绝望。这青青这波打的已经很漂亮了，打的出其不意的反手。他这个其实正常来说是要被逼闪跑路的，他已经找机会反打了。而走位躲了猪八戒一个拉，反手一技能是狗到了孙尚香，但有太乙，但太穷了。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如果交闪的话，就一切真的没可能了。对，如果打的话还有点机会。对他刚才如果闪现走了，那接下来就是个靶子，是他只有就转身拼命才有机会。但他现在的装备也很穷，他只有4600出头的经济，只有一个苍穹。 何况面对这个还有太乙的复活的那个孙尚香，但是现在的梦蓝已经是无尽破晓宗师3件套，加小吸血，超前的发育，分均经济达到了840，他超出了他之前胜场10分钟经济的115。这把确实不一样，上来就有人投入上。现在特别是花园这里也是破魔刀啊，这个。 感觉现在 TT 5个人的伤害加一起能杀掉你一个，但是你有复活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这波 TDG 想换龙，但是荒野已经在定位置了，第一拍一下直接劝退，不敢看，不敢看。优势太大了，可以先动暗影主宰。海月的位置，海月这个位置就是你要是换龙我就过来留你，你不换龙我就过来绕后。第一闪拍进来找位置，拍了一手，但是地下没有能够留到人。但暗影主宰应该能被 rua 掉，一技能没狗到。 看不了一眼，再开应该是要开双龙了，想开掉再开一条，然后把龙放在上路，然后直接中下平推了，就可以多持续一些暗影暴君 buff 的时间。这波双龙有点难扛过来了，哇！哎，把团开起来了，不开了，这个龙别开了，直接打人了。 拉过来，八戒卡位置，9星的牛魔直接被带走，轻轻在找位置，这角度能找到后排吗？双枪闪现交完，他队友已经全倒了呀！他只能看着呀，因为哎，双有加速，有加速，有位置吗？没滑到，狗进去，没办法，不能打了。不用着急了，可以直接转上路高地。双阳还能吸点血。 就青青也知道他多么死，但他只能这么去做。 不找点机会也没办法。对，一颗雷，中高也能拆，看这波能不能破3高。估计兽也虚了，因为他们1分半的时间经济差领先12000。因为佳吉知道，其实这把胜负就是再开条龙的事，他们也不会给机会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不是他们如果能打，他们一定不会选择龙。这种经济差，这个局面。 这没办法，经济差太大了，不想冒风险，有一点绝望。舔闪现逼出来，然后阿古朵就像一块砧板上的肉一样。哇是他这个还是想出点输出的，相当于一下就打死了。他知道他现在这个情况出肉也白给了。太穷了，比太乙还低了1200。孙二香在补自己的复活甲，要把状态拉到最稳。 花园要补一把破军，海月的装备也拉得非常高，9000的海月，这个海月应该这次年总看到杀伤力最强的海月了，在这个经济差之下，很稳。莫兰这边最后面补了一个天地石，实在不行就还差几百块钱复活甲了。纪晓满破军，我们在中高前面卡位置。这把海月太有钱了，我们之前看到的海月都是用来保人的，这把是拉你就杀你了，这把。 这把看排位的那种海月了，直接越着高地往里坐，先拉回来的是杨戬，猪圈给一下，那正面阿古朵优势被纪晓满瞬秒
给动往里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要一波了。兵线非常难处理，艾琳再往前殊死一波打掉了梦兰，但是面对的还有那么多的队友，该如何应对？猪八戒再拉，兵线已经进来了，赫兹很努力的在这里清补第二个，恭喜佛山第二季4比0领封对手。